台湾。Adios。哎呦。试一下过弯表现4轮驱动。我踩着油门去了，踩完了。把我改了，把我改了。我讲踩到底哦，它是没有动力去的，现在它懒惰了，它真的懒惰了。我现在油门踩到底啊。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来 Part 2啦。这是有史以来呢，我驾过Subaru上山。有留守我的频道的朋友们呢，都知道我开过Toyota、Honda、Mazda 也蛮多的。但是真正Subaru应该是第一辆，Nissan 我也是没有开过，所以有机会到下次开Nissan。这里呢，我身后面就是一个Subaru XV GT。如果你们还没有看Part 1的话，请点击右上角去观看我们的Part 1，把这个车介绍了，也试驾过。这一期Part 2呢是专注于上云顶啦，我们就不讲太多了，我们去试驾啦 ，Let's go。Alright， 这是一个 Subaru XV GT，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这个前面的 body kit 啊，它的这个 side skirt 啊，都跟 2.0 IP 不一样。它的 rim 啊这样子，所以我们来 check 一下它的轮胎。这里是一个 Yokohama Blue Earth E70的 SUV 轮胎，22/560R17寸，是一个17寸 Twin Pod 的这个卡钳，后面就有一个 Single Pod 4轮驱动，2.0公升水平制引擎，也就是说英文叫做 Boxer Engine， 提供的马力是156匹马力，196的牛顿米。所以这辆车有这个卖点，就是第一个水平制引擎、低中型、4轮驱动，还有它后面就是双 A 柱的这个设置，英文叫做 Double Wishbone， 前面是麦花臣，后面是 Double Wishbone。表现来讲呢，刚刚我在高速上面我都已经知道它的威力在哪里了，所以现在我们就上山吧。我们车主在里面 ，Andrew 你好 ，Morning， 欢迎回到了 Part 2哈。没有塞，你好热啊。对不起。对不起。Start。最重要，大哥要驾得开心。不要叫我大哥呢。Alright， 我这个就不开 Aircon 上山了，我就这样子去了。不要开 Aircon 啦，我怕一下，人家讲伤车啦什么啦一大堆的哈，其实也不会怎么伤啦，compressor 伤而已咯。但是如果要这样子讲的话，是不是 Aircon 就买来摆美就好了嘞？还是算了吧。有些人讲什么，我们就听观众的话。对，不然等一下，因为开 Aircon 可能会cut掉一些 power 这样子，可能啊。而我们新车的话，就其实没有分别的，真的没有分别的，因为我们的这个 Aircon 已经是跟 engine 分开了的，独立式的行驶的，它不是由我们引擎来拉它的动力这样子。这辆车刚刚我忘记哦，就是 test 它的这个音响啊，音响你觉得会怎样哦？这辆车很普通啊。可以了，这个是一个4轮驱动，它的这个最拿手的一个最出名的。NA 啦，这辆车也是一个 NA 的2.0的水平制引擎，低中型 ，CVT 无段变速箱啊。Subaru 里面，我觉得它做的 CVT， 我开过的 CVT 里面可以说是tuning的最好的一个。试一下过弯表现4轮驱动。它4轮是很好啦，但是轮胎就有一点抓不住哈。轮胎问题，但是4轮真的是踩着油过的，我是稍微就是踩一点油，这样我不要放，给它抓地这样子去啊。应该换一个 BS4。油门踩到底，ESC 灯不懂有没有闪啦哈？你要关 ESC 吗？不要。那天那个 Suprema S 我关了。然后这样。它比较不会power cut，因为 Suprema 它比较还有一些限制是吧？它比较限制，它比较敏感。为什么身为乘客我没有感觉到有上次 Golf 的那种快乐嘞 ？Golf 的会肯定是比较快乐，那个因为 Andrew 之前就是他给我试驾他的这个 Golf Mark 6的 TSI 啦。上次他那个车会比较爽一点，为什么 ？Supercharge 加 Double Charge 加上它是一个 Hatchback， 这辆车讲都是一个家用的 SUV 啊。应该是快有一点是吧？但是那时候 Golf 进弯的时候啊 ，Golf 比较快，那种叫出来那种快乐真的是。
回味无穷啊。讲都是 hatchback 啊，这辆车都是 SUV bro 这个是 Impreza 来的。低重型 OK， 等你去冰城，我带你去找一辆 Impreza， 拉低的 拉低的 XV， 他会帮我升档是吧？到这个红线会。bro ikut kiri jika tidak mau tong bro 你跟我的感觉应该是一样。bro saya ada signal bro 啊什么东西？你跟我的感觉应该是一样，就是说它的极限很高，可是它不会让你觉得到很刺激。他不会，因为 CVT 也可能拖累了一点点，就感觉到我要 pick up 的时候是不是？它会慢掉啊，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靠过弯补油哦。你要它抓地就是要补油了，我 feel 到是这样啦。对。你没有补油，反而它好像不抓地耶，推头哦。是以前我驾 Golf 的时候，我一直感觉到推头，对吗 Golf 还好，我驾到。这两个没有感觉到推头。感觉到轮胎就，毕竟是 SUV 啊。哦，不过它的车身动态还不错哎，看到吗？连 bus 都会拿 racing line， 看到吗？但是它如果是为了拿 racing line 而防止到弄到别的车的话，是有一点太自私了啦。好像你看我都是等没有车的时候才来自己拿 line 的嘛。推着头去哦，吼吼真的是，呵呵，呜呼！我们必须要小心是什么呢？因为它的轮胎毕竟不是 performance 轮胎啊，所以它难免一些弯的时候啊，极限还是有了。因为它这个车的那个是原厂它有过哈嘛 Blue Earth 是吗？叫 Blue Earth。之前 IP 的是 Continental UC5 他们说更吵。哦。UC5 开到一个阶段它会吵。现在已经 UC6 了。喂 ，My V，Hello。Why you take my line, My V？ P 牌。没有 signal 直接过来的哦。X70你有开过吗？有，那肯定是 X70很笨重啊。但是它后面是一个multi-link啊，这辆车是 double wishbone。那个就是真的是主打速度线。NA 车就是，你看，深踩油门踩到底，它就 pick up 会比较慢一点，因为 NA 嘛没有 turbo 嘛。但是这辆车过弯其实蛮爽的，你会觉得哦，它每一只那个悬吊哦，都会有那个支撑性在那边啊，它会有那个支撑性啊。我们开，我关掉那个 AC， 我把那个风开大一点。我现在没有开 AC 啦，我就是把那个压缩器给关掉了。哈哈哈哈 ，Bagaimana？ signal tak ada. Ini pun tak tahu mau bagaimana. Kiri ke kanan, bos. Kiri ke kanan. Apa macam tengah punya, bos? Apa hal? Third lane sendiri. 踩完。
Adios。哎呦，它的换挡会有一点推你出去的那种感觉，有一点像什么呢？好像 AT 啊。它其实踩到5到6的时候，它有一种爆的感觉。是哦，它要这么高转的时候。ESC 刚刚介入，所以就 power cut 了一点。我踩的油门去了，踩完了，它真的是 cut 我的power。你要关吗？不用紧，不用紧。我现在是要体验一下它的那个抓地力啊。哇，没有驾过一个 SUV 这么爽的小型 SUV 啊。HRV 没有的来 ，X50没有的来，还有什么？这种 size 的那个 SUV 啊，Ativa 不要讲，Ativa 真的是不同东西来那的。我喜欢的。如果你讲它的操控不同哎，真的，这种车 next level。还有什么车啊？CX3、CX30。CX30我还没有驾过，所以我很难跟你们知道啦。我是我朋友要驾 CX30 的，我说。推头。基本上我过弯啊，我都是不松油门的，都是踩着一点点过了，因为我要它的抓地啊。Oil temp 现在是124度 ，OK 的，我们是没有德波车是 OK 的。那个过弯，轮胎在响。很多人拿 Line 真的是不看车，后面有没有车都不看一下。有没有听到那个 CVT 在那个的声音？的声音。有。5、6千转才开始有。刚刚 ESC 介入帮我拉回来我的 traction， 心得怎么样？刺激。动力就如果再好的动力，我觉得哇，真的爽极了。是旁边的乘客其实觉得还 OK 了。还 OK 啦，如果比起上次你坐 Golf 来讲呢 ，Mark 6，sorry。这种快乐，等一下下的时候我们来 test 看这种快乐还在吗？这个弯就是这个弯，那辆车弄到我不知道走哪一个线，哎。不过还是那句话，它是很舒服，然后它没有那种硬派的快乐。哇，前面的 CD 好像很厉害哦，咬着地过。我可以讲没有感觉，没有感觉的。先让我手抓着啦，是不是觉得没有感觉？他是不是 CVT 有一点过热啊？这样子，所以他就跟我跳3档。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把我干了，把我干了。我讲踩到底哦，它是没有动力区的。现在没有，不是，现在是可能是它 engine 热还是压箱热，所以它是oil temp 又跌了。现在是没有动力的，我的车。就你很明显感觉到我踩到底，你看，它又跟我升档了，看到吗？我没有升档哦。M 一样的，现在是 M。
所以简单来讲呢，这辆车是遇到还是会可能 CVT 过热，所以你看它就 OK， 不要说什么，因为你是用这 manual mode 啊，让它的 ratio 开大开小啊。其实就算我放在底哦，它的 RPM 它上的话，它的pushley都会开大开小的，所以与我用 manual mode 是无关的。只要你踩大油 RPM 上，那个pushley就会开关。所以曾经有一个我可以讲先咖喱的哈，不好听来讲，他就是讲你不可以用 manual mode 的，你要用 auto， 要不然那个压箱会热，因为那个pushley开关。我就懒得去理它了，因为就算我放在底也好，你看它也会，你看它一飙上去，它也是一样啊。你看啊，它懒惰了，它真的懒惰了。我现在油门踩到底啊，4000，你看它升档哦，啊，明白了吧，各位 ？CVT 不是拿来这样子架，但是我们可以拿来没有力气。哦，因为2000转，没有力气，我踩一半的油了。可以丢啊？不是可以丢啦，就是可以丢啊！保护压箱。所以等一下我们就真的，现在我的动力真的是很大分别，你知道吗？跟刚刚我们一上山的时候那种感觉啊。OK 啦，我现在开 Aircon 给他。哇，但是可以很肯定过弯是真的是很稳的这辆车。它太舒服了，反而你在激烈驾驶的时候，可能会少了一点点乐趣，乘客的乐趣。乘客我就没有去想太多，因为我们毕竟是 driver 嘛 ，driver 你也是 driver， 所以我今天就体验一下乘客的乐趣。我发现到最重要是不会怕，完全不会怕。它的转向也很直接啊，很懒惰啊，你看它换压真的很懒惰。不，我之前驾过什么车呢？Yaris啊，它 CVT 好像也没有这样子哎，也没有说来到顶上面这边它懒惰，不愿意跟你去升档这样子。反而Subaru今天是会有啦。OK， 它现在 power cut 了是不是？它把我的 oil dam 跌到123而已嘞。刚刚 oil dam 是上到129啊，还是128？哦，没有力，放低吧，低给它自己去吧。反正就是它会限制你在4000转以内哦。现在是 oil dam 是122。Alright， 现在总结来讲，这辆车过弯表现动力很好，就是输在了什么呢？它的变速箱。其实老实讲啦，得罪一句话啦，我应该不会选 CVT 的下一辆车。因为我是比较注重于驾驶乐趣，你日常买菜用，其实 CVT 是很够用。但是如果你说你要跑山路啊，你看遇到我这种状况的话，你一定是很险的。CVT 又不要换挡啦，又限制你的 power 啦。如果我下一辆车买 CVT 的话，你们真的要打我2巴掌。如果我第一个打。如果是 CVT 的话，真的是打脸了啦！跟你讲啊，我讲的啊，双 A 柱真的是一流。过弯的时候你要踩一点油给它抓地，但是这个轮胎就稍微原厂给它比较差了一点啊，因为毕竟是环保胎嘛，你要怎样稍微换好一点的轮胎，拥有更好的操控。其实操控已经是很好了，给一个 SUV 加购 compact SUV 里面操控最好的一辆，暂时这种 size。Oil dam 已经下到117了，刚刚上山真的是一路踩哦。Andrew，我们可以 test 一下音响吗？里面有歌吗？音响就低重音就比较弱一点啦，高音就它环绕是的确做得不错的 ，surround sound 是中等的。如果你讲比起 Mazda， 我觉得 Mazda 音响会好一点对吧？比起以前的 Volkswagen 就差很多。引擎就让它冷却下来，因为 oil dam 现在跌到110而已。Water dam 是正常的那边是写正常。OK 了，谢谢 Andrew， 谢谢你啊，解说。前麦花臣，后双 A 柱，深蓝色。其实我也觉得这个颜色是蛮高尚的感觉，就是晚上看好像有点黑黑，这样低调，下午又看就有一点 premium 的那个感觉。Subaru XV 期待已久的终于上山了。
好了，本集冲上云霄就到此结束。喜欢看 POV 的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冲上云霄再见 ，Goodbye。